刚才和一位25岁的年轻投资者进行了一番谈话，没想到竟让他感动落泪。他告诉我，为了完成大学学业，他辛勤地跑优步夜班，一点点攒下了$5000。他带着这份积蓄，带着一丝疑虑，问我这么少的钱是否值得投资。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对他说，孩子，这$5000的价值，在我看来甚至超过了我的第一个10亿。你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机会，如果可以，我愿意花费$1亿去争取，但现在我却做不到，因为我的身价已经太高了。他可能以为我是在安慰他，或者给予他鼓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在向他揭示一个投资界极力想要掩盖的数学真相。当你拥有少量资金时，这恰恰是你整个投资生涯中最强大的优势。然而，很多人却因为盲目模仿那些亿万富翁的投资方式，而白白浪费了这个宝贵的优势。他们只看到了那些巨头们现在的投资姿态，却忽略了他们最初起步时的状态。让我来分享一个发生在1963年凌晨2点的一通电话。正是这通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投资理念。打电话给我的是阿尔马歇尔，一位我在前一年的高尔夫球赛上认识的商人。他从医院打来，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兴奋和难以入眠的激动，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病痛，而是因为他刚刚算清楚了一笔账。我们当初那笔小额投资，来电者是阿尔马歇尔，一位前年在高尔夫锦标赛上结识的企业家。他半夜从医院打来电话，声音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激动，并非因为疾病困扰，而是因为他刚刚计算出来我们最初投资的$1000石油开采权，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将产生高达4万美元的现金流。这意味着仅仅$1000的投入竟然带来了$40,000的收益。他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查理，他说，我成年后每周工作60个小时，辛辛苦苦1年也才挣到4万美元的年薪，而我们仅仅用了$1000的本金，加上一些巧妙的法律安排，就在短短18个月内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劝他冷静下来，好好休息，但挂断电话后，我也同样难以入眠，并非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为我刚刚领悟到一个深刻的道理：当用小额资金在那些大型投资者无法触及的领域进行精明投资时，所产生的回报率在拥有巨额资本后，从数学上来说将变得不可能实现。那笔投资在第1年带来的收益远不止4万美元。6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每年从最初那$1000的投资中获得7万美元的回报，不是总共7万美元，而是每年7万美元。这比最初仅为$1000的投资，在60年的时间里所产生的总回报，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但这笔投资如今让我彻夜难眠的原因是，我再也无法复制那样的投资了。并非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已经消失，而是因为我现在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对于$1000级别的投资机会已经毫无感觉了。我亲手将自己曾经最成功的投资机会挤出了我的视野，而那个手握$5000的年轻人仍然能够接触到这些机会。他依然能够找到那些大型机构因为体量过大而无法涉足的市场缝隙。他拥有着我40年前就已经失去的优势。
如果他浪费掉这份宝贵的优势，去购买那些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持有的同类股票，我一定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缠着他。请在留言中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以及目前可以用于投资的具体金额，哪怕只有500美元，哪怕只有200美元，哪怕你因为金额微薄而感到不好意思，请向我保证，你会认真观看这段视频的每一个字，因为我即将分享3个具体的原则，正是这3个原则，让我用微不足道的资金实现了年化50%的回报率，以至于我现在的净资产都难以察觉到这些投资的存在。我还将揭示为什么当资金超过某个特定的门槛时，这些原则在数学上就变得无法实施。一个可能只是停下车帮你更换轮胎的年轻人，20年后可能比你富有，并非因为他更聪明或者更勤奋，而是因为他领悟了小额资金的奥秘。而这正是大多数人直到为时已晚才明白的道理。你要知道，金融服务行业存在着一个关于小额资金的沉默共谋，而我现在要打破这个沉默，因为我已经99岁高龄，不再需要维护任何商业关系，也没有任何产品需要向你推销。这个秘密就是，理财顾问和投资公司希望你相信，小额资金无法创造显著的回报，至少需要1万、5万甚至10万美元才能真正开始投资。他们声称，在达到这些门槛之前，你只能把钱放在储蓄账户里赚取微薄的利息。他们需要你相信这些论调，有2个主要原因。首先，管理5000美元的资产所产生的手续费不足以让他们觉得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希望你等待直到资金积累到更高的水平。其次，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让小额资金盈利，因为他们的整个培训体系和基础设施都是围绕机构级别的投资构建的。他们根本无法接触到那些能够让小额资金创造最高回报的市场与机会，他们根本无法触及那些能够让小额资金产生最高回报的市场与机遇。真相，当我向那位年轻投资者阐明时，让他潸然泪下的真相恰恰相反。小额资金如果在正确的机遇中进行明智的投资，不仅能够获得高于大额资金的回报，更能够创造出大型机构在数学上根本无法企及的回报。沃伦·巴菲特，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投资者，曾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他今天管理的是小额资金，如果他手握的不是数千亿的资产，而是几百万美元，他完全能够轻松实现年化50%的回报率，而不是5%、10%甚至15%。原因何在？因为他将能够接触到成千上万个对他目前的规模而言毫无价值，但对100万资产持有者来说却极具价值的投资机会。50%不是10%，不是15%，而是50%。为什么？因为他能找到无数的机会，这些机会在他目前的庞大资金体量下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拥有100万美元甚至更少资金的小投资者来说，却是绝佳的机遇。机遇并非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消失，而是随着资本规模的膨胀而逐渐消失。你的小额资金恰恰是通往亿万富翁永远无法涉足的投资世界的入场券。小投资者们普遍不知晓的一个数学真相是，你不需要寻找能够盈利并吸收数亿美元的项目，
你只需要找到能够盈利并吸收你那$5000的项目。有一个数学上的现实是小投资者们常常忽略的，你无需寻找能够盈利并消化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机会，你真正需要的是能够盈利并消化你那5000、1万或者5万美元的投资机会，这将彻底改变你投资的可能性范围。如今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评估潜在投资时，我们需要能够高效运作至少3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30亿美元，这绝非笔误，除非一项投资能够对我们数千亿美元级别的投资组合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否则我们甚至都不会去看一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能够容纳数十亿美元资金的投资标的。这一严苛的要求将全球 99.9% 的企业和机会都排除在外，我们只能投资于那些规模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拥有数百名专业的分析师进行覆盖，被数百万投资者进行交易，而且通常已经被市场高效地定价。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地方性的机遇和特殊的投资情境，对于那些持有1万美元的人来说简直是完美的投资，但对我而言却毫无价值。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地区，有一家小型制造企业，专门生产农业机械的特殊零部件。这家公司的总估值大约为200万美元，每年的利润是30万美元，并且没有任何债务。公司的创始人已经年过70，渴望退休，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继任者。这家公司由一位70岁的创始人经营，他希望退休，但一直没有找到接班人。由于鲜为人知，这家公司的当前市盈率还不到7倍。对于那些持有5万美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遇。你可以购买相当一部分的股份，可能还可以帮助所有者完成企业的顺利交接，并且有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获得20%的年回报率。但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来说，这个机会毫无意义。即使我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整家公司，也不会使我们投资组合的价值波动超过1/1000。我将这200万美元投入到国库券中，实际收益都可能远高于经营这家企业所能带来的利润。因此，我无法涉足这类投资。其他的巨型机构投资者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机会始终以被错误定价的状态存在，等待着那些懂得辨别价值的小投资者去发掘。现在，请将这家公司乘以遍布美国乃至全球的数千个类似的案例。那些没有被分析师覆盖的小型公司，大型开发商不感兴趣的本地房地产机会，那些私营企业的业主正在计划退休，一些特殊的资产需要专业的知识才能评估其真正的价值。放眼望去，到处都存在着专门为小额投资者量身打造，但大型机构却完全无法触及的投资机遇。而这正是我所说的小额资金拥有大额资金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真实的数学事实。请继续听下去。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将彻底改变你对今后每一笔投资的认知。我将揭示3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原则。这并非夸张的说法，而是基于严谨的数学道理。请继续阅读下去。这些内容将从根本上改变你余生对每一美元投资的看法。我将分享一个将小额资金转化为可观财富的3大核心原则框架，包括
你应该寻找的具体机会类型，以及如何避开那些会摧毁大多数小投资者的心理陷阱，以及一些只需要$1000就能开始执行的策略。但首先，让我来揭示我观察到的小投资者最致命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注定了他们永远无法积累真正的财富。这个错误在于，他们研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仓组合，试图复制一个缩小版的投资组合。他们买入10股苹果、5股可口可乐、3股美国运通，自以为这样就像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那样，在投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只会让你永远陷于贫穷。对伯克希尔·哈撒韦有意义的股票，对于那些只有$10,000的人来说几乎毫无意义。我们持有苹果，是因为我们需要配置数十亿美元的高流动性头寸，这些头寸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影响市场价格。我们持有可口可乐，是因为它是一个可预测的现金制造机，其巨大的规模对我们的投资组合至关重要。这些投资适合管理数千亿美元资产的机构，但是如果你想用$10,000来积累财富，这些却是糟糕的选择。你不应该模仿我们当前的持仓，你应该研究我们最初创业时的投资策略。当沃伦·巴菲特在1950年代管理小额资金时，他并没有买入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而是投资那些无人问津的微型企业。这些公司的总市值可能只有5万或者10万美元。他买入的是那些现金储备远远超过其市值的公司，是那些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雪茄烟蒂式的企业，是那些正处于清算阶段的公司。他买的是银行里的存款都比公司的市值还要高的公司。他买的是那些只剩下最后一点价值的雪茄烟蒂企业。他买的是那些正在进行清算的公司。通过这些操作，他实现了年化50%的回报率，而如今手握数千亿美元的他，完全不可能再做到这一点了。这才是你应该认真研究的。成功投资者在资金规模尚小时的操作，而不是他们如今的运作，因为庞大的体量已经让他们错失了许多最佳的投资机遇。小额投资获利的首要法则在于我称之为避开大象出没之地的策略。请允许我用我自身经历中的一个具体案例来精准地阐释这一理念。在1950年代末期，当我的投资规模还很小，总共大约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时，我发现通过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就能获得比绝大多数专业投资者更高的回报。我会去公共图书馆，那还是计算机时代之前，互联网时代之前，即时信息时代之前的年代，一页一页地翻阅穆迪工业手册。这本厚厚的书籍收录了美国所有公开交易公司的财务报表，其中大多数是市值仅为10万、20万甚至50万美元的小微企业。专业的投资者根本不会关注他们，因为他们的体量太小了。共同基金不愿意买入，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太差。分析师们也懒得研究他们。谁会为如此微不足道的公司支付研究费用呢？所有管理着大笔资金的人都对他们视而不见。而在这一堆被忽视的企业中，我发现了一些市值竟然低于其银行存款的公司。我还发现了一些没有任何负债，但市值却低于其流动净资产的公司。
这意味着你可以用低于其存货加上应收账款债，减去所有负债的总和的价格买入。我还发现了一些正在进行清算，并且将以远高于当前股价的价格向股东分配价值的企业。这些并非投机行为，而是基于数学上的必然性。在这些情况下，你购买的资产价值甚至低于他们在未来12个月内将要分配给你的金额。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惊人的回报率，是因为这里完全没有竞争。所有那些可能纠正定价偏差的大型投资者都因为机会太过微小而无法参与。我发现了一个市场中永久存在的效率洼地，一些价格长期失真的领域，仅仅因为没有人愿意投入真金白银去纠正它。我由此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直到我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后，这些机会对于我的投资组合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以下这个具体的案例将使这个概念更加形象化，并精准地诠释我所谓的在巨象缺席之地狩猎的真谛。在1950年代，我发现一家生产有轨电车零部件的小公司，当时正值美国城市大规模拆除有轨电车线路，改用巴士替代的时期。这家公司显然是一家正在衰落的企业，它的产品需求将在10年内归零，所有的股东都在抛售股票。谁愿意持有即将消亡的企业呢？当时它的股价仅为每股2美元，流通股大约为5万股，因此这家公司的总市值只有10万美元。当我查阅穆迪手册中该公司最新的资产负债表时，我发现其银行账户里持有12万美元的现金和可交易证券，而且它的工厂厂房没有任何抵押负担。根据当地同类房产的成交价格估算，这处厂房至少还有5万美元的变现价值。因此，你只需要支付10万美元就能收购整家公司，然后通过变卖其资产，至少可以获得17万美元的收益。这相当于保证了70%的回报率，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经营风险。你实际上是以远低于其立即变现价值的价格购买了这些资产。那么为什么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大型投行没有收购这家公司，并自行变现以获取那7万美元的显而易见的利润呢？答案很简单，它揭示了小额资金的全部优势，整个利润空间的总额只有7万美元。即使你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买下所有股票，完美地完成清算并榨取每一分价值，扣除交易成本和税费后，利润也只有7万美元。高盛拥有数千名员工，庞大的运营开支以及复杂的合伙人结构，他们必须创造数十亿美元的利润才能维持运营。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让一个分析师花费1天的时间去研究一个总利润潜力只有7万美元的机会是合理的。这并非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的机构过于庞大。但对我而言，用5000或1万美元的自有资金在18个月内获得35%或70%的回报，简直是令人惊叹。这比单笔投资所创造的资本回报率远远超过了同期任何大型股所能带来的收益。此后的数年间，我进行了20多次类似的投资，几乎每一次都精准地实现了预期的收益。通过系统性的在特定的市场板块以大幅折价购入资产，我持续获得了40%到50%的年化回报率。在这个领域，
任何真正的大资金都无法与我竞争。这正是在没有大象的地方狩猎的真谛。大型机构投资者无法涉足这些领域，这意味着这些领域将永久存在效率洼地，而永久性的效率洼地正是小投资者积累财富的沃土。让我再举几个更具体的例子，让你真正理解在没有大象的地方狩猎的实际操作。因为很多人听闻这个概念后自以为理解了，但转眼间又回过头去购买那些人人都在追捧的大盘股。在我早期的投资生涯中，我曾发现一家纺织公司正处于清算阶段。根据已经公布并签署的资产出售计划，其清算价值显然将达到每股$8，而当时的市场股价仅为$5。你完全可以以$5的价格买入股票，并且确信在6个月内必定能够以$8的价格卖出，这相当于年化60%的回报率，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这是一个纯粹的套利机会，但是这家公司的总价值只有$200万，机构投资者根本无法参与。于是我投入了$2万，在6个月内获利$1.2万。这60%的回报率对于大型投资者来说是完全无法企及的。我又发现了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某控股公司持有其上市子公司的股份，子公司的股价为$10，而控股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价值竟然超过了控股公司自身的总市值。这意味着你买下控股公司后，不仅能够获得其持有的子公司股份，还能免费获得控股公司拥有的所有其他资产。这种定价失误完全是由于控股公司的规模过小，机构投资者根本懒得去分析它。我买入了这家控股公司的股票，当这家公司最终清算时，我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获得了55%的回报。这些并非偶然的猜测，这些都是系统性策略的实践，在那些大型投资者无力或不愿涉足的领域寻找机会。这类策略的现代对应物至今仍然大量存在。在粉单市场交易且没有分析师覆盖的微型股，由即将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出售的小型私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忽视的3线城市本地房地产，以及可以按照3到5倍收益进行收购的在线业务。在专业收藏品领域，专业的知识能够带来超越普通买家的优势。具体的投资机会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其核心原理却是永恒不变的。大型投资者无法参与小型的投资机会，这从而创造出了可以3到5倍收益收购的线上企业。专业收藏品领域凭借专业知识压制普通买家的优势，具体的机遇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核心的原理永远不会变。大型投资者无法参与小额机会，由此形成了永久性的低效市场领域，而勤奋的小投资者可以在这里创造出非凡的回报。关于低效市场的关键洞察在于，他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并保持低效的状态，恰恰是因为大型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愿去纠正它们。这为那些真正洞悉市场本质的小投资者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竞争优势。如果一个投资机会的规模太小，机构资金就不会有兴趣介入，即使它的估值明显失真，也没有人拥有足够的资本和动力去迅速纠正这个价格。让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永久性失效机制是如何运作的。目前在美国
有数百家小型上市公司的市值不足1000万美元，其中许多企业盈利良好，没有任何负债，现金流为正，市盈率仅为5、6甚至7倍。这些并非是投机性的企业，而是拥有真实的客户和真实的利润的实体经营体。然而，没有任何机构投资者会关注他们。对于那些管理着数百亿资金的基金来说，他们的体量实在是太小了。富达的分析师不会花费半年的时间去研究一个总投资机会只有500万美元的公司。因此，这些企业长期处于被错误定价的状态，有时甚至长达数年，静静地等待着那些懂得价值的小投资者出手收购。小额投资的第二条制胜法则是，一旦发现真正具有卓越潜力的投资标的，就要毫不犹豫地集中资金进行布局。然而，这恰恰是90%的小额投资者最终未能充分利用自身天然优势的关键所在。他们往往花费数月潜心研究，最终才挖掘到一个真正令人惊艳的宝藏，可能是一家股价仅为其公允价值1半的企业，一项几乎不可能亏损的房地产交易，又或者是一位急于套现的持有者明显低估的私募股权。然而，当他们终于发现这样一个绝佳机会时，却仅仅投入了其资产组合中微不足道的2%，原因仅仅在于某些理财顾问曾经告诫他们，单笔投资绝不能超过总资产的2%至5%的上限。这无疑等同于给自己开具了一张平庸的通行证，一张注定你所采取的行动永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身财务命运的判决书。如果你手握1万美元，却只敢将区200美元投入你认为的最佳投资机会，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投资，你只是白白浪费了数月的研究成果，错失了真正的良机。请允许我分享我的祖父关于集中投资和仓位规模的理念。正是这种理念塑造了我日后在拥有真正优势时敢于重仓出击的思维模式。我的外祖父是19世纪60年代一位怀揣着勤劳和节俭精神来到爱荷华州开垦拓荒的先驱者。他以耕种为生，将从农场里获得的每一分收入都积攒起来。与此同时，他极其细致地观察着周围的土地，他对哪些农场的土壤最为肥沃，哪些地块能够从溪流和泉眼获得最优质的水源，以及哪些农场紧邻城镇，未来会随着城镇的扩张而增值，都了如指掌。他对哪些农户经营有方，哪些农户面临困境也心知肚明。他对土地价值和农业经济的研究之深入，甚至超过了整个县里的任何人。大约每隔10年就会爆发一次重大的金融恐慌，例如1873年、1893年和1907年。每当危机来临，绝望的农民为了筹集现金以避免银行收回抵押品，不得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抛售土地。而我的祖父总会在这个时候带着他积攒的现金果断出手。他积攒的资金使他能够以每美元20美分、30美分甚至更低的价格，从那些走投无路的卖家手中购得最优质的农场。这里是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故事时最容易忽略的关键一点。它并非分散风险地购买10处不同地段的农场，而是只收购1处农场，最多是2处紧邻他现有地产的农场。这些地块他能够亲自监督管理，并且他对当地的情况
了解的比县里的任何人都更透彻。他会将所有可用的资金集中投入到一两个他完全了解的投资机会中，然后静静地等待时机。有时候这个等待可能长达5年、10年，甚至20年，但是繁荣终究会回到这片土地。当土地价格回升到正常水平时，他便会以可观的利润将其出售。之后他会将所得资金存入现金账户和国债，耐心地等待下一次恐慌的到来，等待下一个以低价购入优质农田的绝佳机会。在他8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仅仅做出了10几次重大的投资决策，每次只购买1、2处农场，始终坚持在恐慌时期以低价买入，耐心持有，度过复苏期，并在市场繁荣、价格高涨时卖出，仅此而已。80多年间，他只做了12次关键的抉择，最终他成为了全县最富有的人。尽管他一生辛勤劳作，仅仅依靠务农的收入，而且起家时几乎一贫如洗。这个故事的真正精髓并不在于耕作、农业或土地投资，而在于专注、耐心，以及当你真正占据优势时敢于集中投入。你不需要数百项投资，也不需要数十项投资，你需要的仅仅是少数几项卓越的投资。你完全理解这些投资，并且在机遇出现时敢于重仓押注。只要能够精挑细选，并具备等待合适时机的耐心，少数几项投资就足以改变你的财务命运。以下是集中投资在小额投资领域，尤其是在你真正了解投资标的时，为何能够大幅超越分散投资的具体数学原理。假设你拥有1万美元，在5年时间内发现了5个真正优质的投资机会，你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对此充满信心。如果你采取平均分散投资的策略，将2000美元投入到每个机会中，试图分散风险，结果其中4个投资翻倍，而1个投资血本无归，那么你的最终总收益将是16000美元。这相当于5年内的总回报率为 60%， 年化收益率约为 10%。 虽然这不算糟糕，但远不足以改变你的财务状况，或者帮助你实现财务自由。现在，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计算，采用集中投资的策略。假设你没有将资金平均分散到5个机会中，而是将一半的资产5000美元集中投入到你最了解、最有信心的那个最佳机会上。假设这个机会确实翻倍，如果这真的是你最看好的投资理念，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经过深入分析后，其价值翻倍，这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仅仅这一笔投资就为你带来了15000美元的收益，然后你将这部分利润保留下来，耐心地等待，有时甚至长达数年，直到发现下一个真正卓越的机遇。当机遇再次出现时，你再次投入相当可观的资金，也许是当时总资本的 40%， 押注于这个你新发现的最佳选项。如果能够持续10年坚持这种方法，在绝对最佳的投资理念上集中投入大量资金，并在2次投资之间耐心等待理想的时机，你将获得复合回报。这种回报是分散投资于众多平庸选项时在数学上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能够持续10年践行这种方法，将重金押注于你认为绝对最佳的想法，
并在每次投资之间耐心等待良机降临，你将创造出数学上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复合回报。这绝非通过分散投资于众多平庸的想法所能企及的。此时总会有人提出质疑，但是如果判断失误呢？如果将一半的资金押注在一个失败的项目上，岂不是损失惨重？这种对集中投资的恐惧，正是大多数人选择分散投资于平庸项目的原因所在。查理，万一判断失误呢？如果将50%的资金投入到某项投资中，结果却遭遇彻底失败，你岂不是会瞬间损失一半的资本？这种对集中投资的恐惧，正是大多数人永远投资于平庸机会的根源。因此，我将具体而谨慎地回应这个质疑。首先，你只应该在完成充分而深入的分析，并且彻底规避了灾难性失败风险的情况下，才集中投入你的资本。我指的绝不是听信你姐夫的内幕消息去购买投机性的生物科技股，我指的也不是因为网上有人吹捧某种加密货币会暴涨就盲目跟风。我指的是那些你已经花费数月时间研究的企业或资产的投资，你彻底理解其商业模式的每一个环节，你亲自评估过管理团队，并确信他们的能力和诚信。你洞悉行业动态与竞争格局，你清楚地知道可能出错的环节以及避免这些风险的对策。你能够详细地阐述你为何相信这项投资将会取得成功。当你完成如此严谨的准备工作之后，灾难性失败的概率就会变得微乎其微。你必须精准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并清晰地阐明你为何能够规避这些风险。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详尽地说明为何这项投资极有可能取得成功。当你完成如此深度的准备工作后，彻底失败的可能性将变得非常小。其次，即便你已经尽心尽力，仍然可能偶尔失手，毕竟投资关乎概率，而非绝对的必然。但是，集中投资的策略仍然能够让你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假设在10年间你进行了5次集中投资，其中3次获得了翻倍的回报，这在认真筛选优质标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实现。一次增长了50%，而一次彻底归零。在最坏的情况下，你的回报仍然会远远超过那些将资金分散投资于30只他们一知半解的股票的投资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的收益仍然会大幅超越那些将资金分散投资于30只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股票的投资者。你投资的成功者所创造的回报，在数学上足以抵消偶尔遭遇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正因如此，沃伦、巴菲特和我都是通过集中投资而非分散投资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我们宁愿收获少数几次卓越的成功，也不愿获得数十个平庸的结果。请允许我举一个具体的现实案例来说明这种集中策略的实际运作，以便你能够准确地理解我的意思。1964年沙拉油丑闻期间，沃伦·巴菲特对美国运通的投资，堪称我70年观察美国股市生涯中所见最典型的智慧集中投资范例。当时，美国运通的股价暴跌了大约40%，起因是其旗下的仓储子公司卷入了一起涉及沙拉油的重大欺诈案，有人将沙拉油灌入巨大的储油罐，并多次转售这些油品的收据。
美国运通的股价骤然下跌约40%，原因在于其子公司仓储公司牵涉进了一桩与沙拉油相关的严重欺诈事件。有人将沙拉油灌入巨大的储油罐中，然后向不同的贷款方多次出售相同的油品收据。当欺诈行为败露后，该子公司面临着巨额的亏损。华尔街的投资者都惊慌失措地抛售美国运通的股票，因为他们认为公司可能会因为这些巨额亏损而破产。然而，沃伦·巴菲特并没有惊慌失措，相反，他走出去做了实际的分析工作，而其他人根本没有这样做。他走访了各家餐厅，询问经理们顾客是否仍然在使用美国运通卡支付餐费，结果发现使用频率与往常没有任何差别。他又拜访了旅行社，询问顾客是否仍在购买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购买量也与以往持平。由此，他意识到美国运通品牌真正创造利润的核心业务并未受到任何损害。这场丑闻源于一家与信用卡或旅行支票业务毫无关联的子公司。丑闻引发了短暂的恐慌，但并未触及企业根本性的经济基础。于是，巴菲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集中押注，他将整个合伙企业40%的资本投入到了被低估的美国运通股票上。40%，这绝非2%的分散配置，也不是10%的超配仓位，而是一场由坚定信念驱动的巨额集中押注。他宣告着：我洞悉真相，而众人皆错。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惊人的正确。在投资者意识到这场丑闻并未损害美国运通的核心业务之后，其股价在接下来的2年里完全回升。这笔单一的集中投资所创造的回报，实际上决定了沃伦·巴菲特整个职业生涯的轨迹。倘若他当时只将2%的资金，而非40%投入到美国运通，那么这笔投资不过是他投资组合中又一个平平无奇的赢家。如今他几乎不会记得这笔交易，但是正因为他凭借他人未见的真知灼见进行了重仓押注，这笔投资才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财富引擎。这就是集中投资的力量。当你完成充分的研究并真正理解你所购买的标的时，小额投资盈利的第3条原则是不必畏惧真正集中的投资组合。这一原则将前2条原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放大了它们的效果。所有教科书里传授的常规智慧，你会在每一本教科书里听到。每个理财顾问都会建议你至少持有20到30只不同的股票，才能实现合理的分散投资，并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这条建议是为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投资者设计的，他们需要为退休人员保值财富，而不是为手握1万美元的年轻人提供实现财务自由的财富积累方案。假设你手握1万美元，遵循传统的分散投资建议购买了30只不同的股票，每只股票大约投入330美元。即便其中一只股票上涨了3倍，即使你选中了一只绝对的暴涨股，该持仓也仅仅能为你带来60美元的利润，这根本无法改变你的财务状况，这绝不会让你实现财务自由。你不过是打造了我戏称的分散化陷阱，资金被分散得如此稀薄，以至于任何操作都不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现在，让我讲述约翰·阿里亚加的故事。
他对集中投资的理解远远超过了99%的专业投资者。约翰名不见经传，他不管理他人的资金，也从未接受过 CNBC 的专访，但在长达40年的投资生涯中，他始终专注于单一的投资类型和单一的地理区域。在他20多岁刚开始投资时，他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非常疯狂的决定，只投资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斯坦福大学校园方圆1英里内的房产。他决定只且仅投资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斯坦福大学校园方圆1英里内的房地产，仅此而已，不涉足北面30英里外的旧金山，也不涉足南面20英里外的圣何塞。他不分散投资到不同类型的房地产，比如写字楼或工业地产，而是只投资于斯坦福大学周边特定1英里半径范围内的住宅和商业地产。40年来，约翰仅凭借这套在任何现代金融顾问看来都令人心惊胆战的极致集中策略，坚持做2件事。当加州房地产市场低迷，人们因房产价值和利率恐慌时，他就以低价购入这1英里圈内的房产。当市场狂热，房价达到周期性峰值时，他就以溢价出售圈内的房产。他从未使用足以迫使他在糟糕的时点抛售的高杠杆操作。无论其他的投资机会多么诱人，他始终坚守在1英里圈内，绝不越界进行投机。正是这套令任何现代金融顾问都难以置信的极致集中策略，造就了他的亿万身家。约翰·阿里亚加的精妙之处在于，他对斯坦福大学周边这1英里范围内的了解，超越了地球上的任何人。他熟知圈内的每一处房产，掌握每一位业主的信息，精通所有的租金行情，通晓过去20年所有可比的交易。他甚至能够在房产挂牌出售之前就预判到哪些物业可能会被出售，并且对当地的分区规划法规了如指掌。他掌握着大学的扩建计划，洞悉交通流向与学区划分，精通每一个细微的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这个微型地理区域的房产价值。当这个圈内的任何角落出现机会时，他只需要数小时而不是数月就能完成评估。这源于他数十年积累的本地知识和专业洞见。按照传统的投资标准来衡量，他完全称不上分散投资。他数以10亿计的财富全部集中在一个方圆1英里的狭小地域内，但实际上他比那些在30个陌生城市分散持有房产的人要安全得多。真正的投资安全并非来自于将无知分散到无数不理解的事物上，真正的安全感源于对你完全透彻理解的事物进行深度聚焦。以下是将这3大原则整合为一个可以立即执行的系统化策略。无论你手头有多少资金，哪怕只有$1000，都能从今天开始实践。这正是当年让那位手握$5000的年轻人潸然泪下的忠告。这正是我25岁时渴望有人告诉我的第一步。选择一个能够让你发展出真正世界级专家级知识的特定领域。这个领域必须足够狭窄，让你切实有可能成为该细分领域中你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不要试图成为股市、房地产或小企业的专家，这些领域过于宽泛，没有人能够完全精通。选择更具体、更专注的领域，例如
如果你在医疗管理行业工作，便决定专注于年收入低于5000万美元的小型医疗器械公司。或许你住在知名大学附近，便专注于校园2英里内的学生公寓地产。如果你管理零售店已有10年零售店管理经验，便可专注于本地区代售的小型零售企业。若你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则可锁定那些可能成为收购目标的小型软件及服务公司。具体领域选择的重要性远不及选择一个足够狭窄和聚焦的领域。唯有如此，你才能在长期的实践中真正完全掌握该领域。第二步，这也是大多数人尚未起步便已失败的环节，在未来的至少12个月内，全力以赴地成为你所选细分领域公认的绝对权威，阅读所有相关的书籍、行业报告、专业期刊、博客以及研究论文，接触所有从事该行业或投资于该领域的人士，尽可能实地考察该领域内的每一家企业或物业，建立详尽的数据库或电子表格，追踪特定领域内的每一项机遇、每一笔交易、每一家公司以及每一宗可比交易。大多数人会完全跳过这个乏味的步骤，因为它既辛苦又没有立竿见影的回报。说实话，还相当枯燥，但这正是你构建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所在。它将使你能够在真正卓越的机会出现时，在他人尚未察觉之际，精准地识别其价值。1950年代，我逐页研读穆迪手册时，正是通过构建涵盖数千家企业的心理数据库，才能够在瞬间识别出真正被低估的标的。沃伦·巴菲特在创业初期曾2遍通读穆迪工业手册的每一页，这种看似不起眼、枯燥乏味的深度专业知识积累，正是区分年化50%回报率的投资者与购买指数基金仅获5%回报率的投资者的关键所在。第三步，在花费至少1年时间建立起你在所选领域的真正专业知识后，耐心等待，直到你发现一个符合极其严格标准的机遇，一个能够让你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拥有真正信息优势的机遇。基于你的专业判断，其价格明显存在偏差，你完全理解其定价错误的根源，以及将修正这种错误定价的催化剂。你能清晰地阐述可能出错的环节，以及你为何认为这些风险不会发生。这种耐心等待可能从你开始寻找之后耗时3个月，也可能需要半年，甚至可能耗时1年乃至2年。切勿因为急于投入资金而勉强行事。最糟糕的投资，那些摧毁资本、击垮人心的投资，往往源于投资者在资金压力下妥协，在尚未发现真正卓越的机会时，便仓促接受了平庸的标的。当那位手握5000美元的年轻人来找我时，我明确地告诉他，把钱存入国库券，赚取无风险的利息，然后等待，等待，再等待，直到在你的专业领域内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投资机会。一个完美的机会，不是5个还不错的机会，唯有一个完美的机会。质量胜于数量。在小额投资时，每一次都应该是这样。第4步，当你历经耐心的寻觅，终于找到了那个完美的机会时，押上你25%至50%的可用资本。初次尝试时会感到心惊胆战，朋友会说你疯狂鲁莽，家人会为你忧心忡忡。
理财顾问会指责你违背了所有审慎投资的准则，请无视所有这些声音。如果你确实完成了第1至第3步所述的深度研究，如果你对所购买标的的理解远胜于绝大多数人，如果该机会真正符合你的严苛标准，那么重仓押注并非鲁莽，这实乃唯一理性的选择。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都由这样的人创造，他们洞悉少数绝佳机遇，并怀着坚定信念重仓押注。最渺小的财富则源于那些因畏惧承诺而将资本分散在数十个平庸投资理念上的人。第5步，在投资运作期间保持绝对坚定的耐心，这可能耗时数月，也可能长达数年甚至10年。我的石油特许权使用费投资已经持续为我创造收益60年，并且在我离世后将继续惠及后代。祖父的农地投资历经数十年才充分增值，并缔造了他的财富。沃伦·巴菲特早期的集中投资往往需要5至10年的时间才能完全见效。现代社会的通病在于痴迷于嫉妒财报，每日查看股价，因短期波动而惊慌失措。这种心态所摧毁的小投资者财富，远超历史上任何一次市场崩盘。如果你经过缜密的研究，以合理的价格购入了真正优质的资产，那么时间将成为你的盟友，耐心将成为你的竞争优势。切勿每日查看股价，在市场调整期间切勿惊慌失措，切勿仅仅因为某只股票上涨了20%就急于套现锁定收益。静静地等待数年乃至数十年，让真正优质的资产实现复利增长。我以99岁高龄70年间目睹过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投资。那些从微薄的资金起步，最终积累了改变人生的财富的人，无一例外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在某个狭窄的领域深耕专精，耐心等待真正卓越的机遇出现。当罕见的良机降临时，豪赌重仓，并持股数十年，让投资实现复利增长。那些终生贫困或财富增长缓慢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分散投资于众多领域，在机遇出现时分散资金，当真正卓越的机遇降临时，却因为仓位分散而无法重仓押注，最终错失了复利增长的良机。他们耐心等待该领域真正卓越的机遇出现，当稀有的机会降临，他们便重仓押注，并持仓数年乃至数十年，让投资实现复利增长。那些始终贫困或财富增长缓慢的人，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将资金分散于诸多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领域，追逐网络上看到的内幕消息、趋势和热门股票。他们对所有的标的都进行象征性的小额押注，导致投资毫无分量，并在不可避免的市场调整中惊慌抛售。而你今天的5000美元确实比我的第一个10亿美元更有价值，因为你仍然能够接触到所有低效的市场，所有集中持仓带来的机会，所有重大波动所带来的绝佳机遇，而这些正是我所见证的所有财富的缔造者。不要因为假装自己是机构投资者而浪费掉这份优势。你不是机构投资者，你很小，而小正是你的超级力量，只要你懂得如何正确运用它。好了，今天我就聊这么多，希望我的谈话对你有帮助。